欢迎来到 News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杨紫新剧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口碑大揭秘，观众点评一针见血。湖南卫视和芒果台是公认的综艺大户，他们推出过多档优秀的综艺节目。然而，最近芒果台上线了一档名为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的新综艺。尽管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这档综艺节目立意很好，但从首播就迎来了一片差评的情况来看，节目形式似乎并没有什么亮点。在一个风景如画却偏僻的小山村，有一座闲置已久的老房子被改造成了田园民宿。这档节目邀请了林心如、谢娜、杨紫3位女艺人担任主理人，她们将负责民宿的管理改造，并邀请好友来试住，逐步提升环境和服务质量。这个民宿在节目结束后仍然会继续运营，由当地村民接手运营，以此来推动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。节目组的这个想法很好，值得赞赏，毕竟这个计划的规模相当大。然而，从目前播出的节目来看，理想和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。很多人在对比我们的美好生活与向往的生活时，可能会发现这两档慢综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，因此不建议盲目进行比较。不过，如果从呈现效果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的美好生活的表现确实稍显逊色。3位常驻女嘉宾似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些模糊，让人感觉她们像是来农村度假的，而实际上，这个节目的主旨是让明星改造乡村民宿。节目中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嘉宾之间的交谈，主要是口头上的讨论，所谓的改造也只是口头上的建议，没有实质性的行动。实际上，节目组已经预先聘请专业人员对要改造的村屋进行了装修和设计，而3位女嘉宾只需要在现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，然后等待明星好友来体验。节目组织给施工方留了10天的改造时间，时间紧迫，改造完毕后嘉宾们再提出意见，直接让工人们行动。这样的节目形式显得很草率，观众们更期待看到明星们亲自参与农村旧屋改造的过程，体验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和挑战，感受他们与当地村民的交流和互动。让我们不再只是看着嘉宾在饭桌上闲聊，突然冒出一个灵感，然后拍手称快，这里可以放个花瓶，那里可以挂个画。与云上的小店中汪涵的接地气形象相比，我们的美好生活整个节目给人一种很悬浮的感觉。在节目中，汪涵会真正与村民们打成一片，尽力为村民们办实事。就目前呈现的这种形式而言，芒果台推出的这档新综艺确实比不上《向往的生活》。相比之下，后者确实有深入田间地头，体验返璞归真的劳作精神。然而，我们的美好生活中，嘉宾们的最大活动可能就是去地里摘菜，然后做饭。经过一期的观看，人们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：这钱真好赚，这难道是个访谈节目等等。嘉宾表现尴尬，要想让一档综艺节目出彩，嘉宾的综艺感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。遗憾的是，我们的美好生活显然在这方面做得不够。就配置而言，这档节目的阵容相当出色，拥有林心如、谢娜、杨紫3位常驻嘉宾，他们各自都拥有大量的粉丝基础。然而，综艺节目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嘉宾的咖位，更重要的是嘉宾之间的化学反应，这将直接影响到整个节目的氛围。根据播出效果，这3位并未使节目得到有效播出。首先，作为湖南卫视主持界的一姐，谢娜的咖位不容置疑。她的主持风格以搞笑为主，被亲切地称为太阳女神。关于谢娜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，有些人喜欢她那种能让人放松的搞笑无厘头风格，但也有人认为她缺乏实质内容，无法担得起一姐的称号。
谢娜在新开的综艺节目中并未让观众失望，不过在她的表演中，有些观众认为她的情商较低，举止不礼貌，甚至觉得有些尴尬。例如，她在参观其他民宿时，一上来就问两位老板是否是情侣。当得到否定的回答后，她仍不罢休，甚至偷偷向林心如使眼色，似乎想要当个红娘。然而，男女之间除了情侣还可以是兄妹或朋友，如果不清楚这一点就硬把他们凑成一对，这种做法确实让人感到尴尬。他在饭桌上的聊天内容也让人感到不舒服，他提起了杨子旺男主的梗，毫不避讳地直言杨子旺男主，这让杨子的粉丝感到不满。旺男主这种说法很容易让人觉得是在给自己脸上贴金，即使这并不一定是事实。在节目中光明正大的提及杨子，很容易让他招来黑，尤其是谢娜还 Q 到了何老师，让杨子帮忙让何老师翻红。这样的言论即使只是玩笑话，也可能被有心之人利用，让人不禁为杨子担心。接着，节目中又提到了杨子的感情问题，顺势就聊到了他与《长相思》中男演员的 CP 感。赞扬杨子的表演并无不妥，但谢娜随后又说3个没一个吗？这似乎暗示戏外没有一个人能擦出火花，这可能会让任何粉丝感到不舒服，而杨子似乎没有反应过来，继续与他交谈，并纠正说实际上是4个。杨子自嘲是否失败，但也可能是朋友间的玩笑。然而，这给了网络上一些人创作的机会。因此，即使被制作成访谈节目，两人的聊天也可能会对路人造成不良影响。林心如近年来在内的口碑已不如从前，她在节目中一个举动被批查理查气。她想称体重，但非得拉谢娜一起，估计是为了节目效果。谢娜直接坐上大秤，谢娜坐在大秤上显得十分沉重。然而林心如却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，嘴角几乎咧到耳朵根。看到林心如这种开心的样子，许多网友都评价她有茶味。杨子时不时能说出一些有趣的点子，比如他又和苏有朋提到了左耳，还问他右耳什么时候开拍，暗示着自己还要去试镜。总的来说，这3位常驻嘉宾水平相当。这个节目中，真正了解乡村生活的人并不多，这使得节目的内容难以出彩。此外，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这档综艺节目中还有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槽点，那就是旁白的画蛇添足，这使得不少观众感到出戏。许多国内综艺节目以娱乐为主，往往不设置旁白，而同类型的慢综艺《向往的生活》也没有设置旁白。然而，我们的美好生活则尝试了一个创新的点，使用了旁白。虽然这个创新的加入可能看起来新颖，但实际上却破坏了观众的观看体验。作为一个娱乐性质的综艺节目，内容并不需要过于复杂，不需要旁白来解释或渲染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如果一个娱乐节目需要旁白来推动剧情，那它的失败几乎是注定的。此外，这个旁白的出现时机也十分让人扫兴，常常在不恰当的时候加入一些不必要的解释，使得原本成功的笑点变得平淡无奇。就像你正在听一位校花讲笑话，你已经听懂了其中的幽默点，却被旁白破坏了原有的趣味性。如果有人非要给你解释这个笑话为什么好笑，那就太煞风景了。例如，杨紫和林心如提到了早期的非主流剧《非花勿非物》。这部剧如今已经被网友剖析出许多笑点，而且也是一个不错的梗。杨紫主动 Q 效果其实很好，但是节目却在此时添加了一句旁白，两个人短暂的尬了一下，让人感到既惊诧又无语。这部综艺在向下走时无法做出接地气的效果，向上走时也无法做出精致的效果。由于一些错误的选择，这个综艺节目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然而，
芒果台在慢综艺类型中确实有一些精品作品，例如曾经的《向往的生活》开创了国内慢综艺的先河，并引发了相当高的收视率。曾经备受好评的节目，现在已经走过了7个季度，向观众告别了。有人认为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这个综艺节目与《向往的生活》相似，然而就目前的表现来看，《我们的美好生活》这个新节目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期望的标准。尽管其立意格局不错，但该节目并未给观众带来任何美好和治愈的感觉，反而存在着节目形式敷衍的问题。嘉宾缺乏综艺感，旁白破坏了气氛，这些都是该节目的槽点。然而，如果这档节目能够好好改进，是有希望成为一部爆款的。尽管这档综艺节目只播出了第1期，但后续的发展方向还需进一步观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